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早上呢，我开车出去买菜哈，发现车上的这个靠枕啊老化的很厉害，表面非常脏，我擦了半天呢也擦不出来。然后后边的这个皮筋呢，整个就松掉了，然后靠枕呢就整个耷拉在座椅上面了，也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了。所以我今天打算呢，把它给做一个新的哈。今天视频呢，就是把它的制作方法分享给您。在视频中啊，我会详细的介绍我们怎么样利用一个旧的物件，拷贝出一个新的手工的方法。现在靠枕呢，我已经全部都拆开了。这3片呢，就是咱们靠枕的前面部分，后边呢是4片，这个呢是2个侧边哈，侧边是这样子的。那么摆放好以后呢，咱们最好啊都给它们这样子编个号，然后呢拍一个照。今天咱们做的这个靠枕材料呢，用的是非常少的，只有没几片哈。如果我们拷贝的一个是非常复杂的东西，这一片片的可能是非常多的，然后每一片上面也没有具体的尺寸，所以做到后来你可能会不知道谁和谁是拼在一起的。那我们现在拍照呢，在后期制作当中呢就有个依据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把材料画成纸样。那我画纸样的时候是不需要全部都画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4片呢都是一样的哈，那我们就画其中1片。那它俩呢是一样的，我们也画其中1片。这个呢是单独的1片，它俩呢我们也拿其中的1片。那画纸样呢，我们只需要画这4片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我把4份材料的纸样呢都剪好了，和大家说一下哈。剪纸样之前啊，我把材料的这个缝缝边呢全部都是剪掉的，因为我们剪出的纸样呢其实就是铺棉的图形哈。铺棉烫在面料上还是要放缝缝的。像剪这种对称图形的时候，我剪的呢都是1/2的图纸，这个图形呢就不对称，所以呢剪的图纸呢就是整张的。接下来我们在纸形上面写上需要的份数哈，根据图纸我们呢剪出铺棉，把铺棉烫在面料上。现在我把铺棉烫在面料上面，放了1厘米的缝缝。我买回来的这个靠枕啊，它是单一1层的，里面就直接塞这个 QQ 棉哈。我做这个靠枕呢，我里边给它加了一个里子，所以这些材料呢都是面子1份，里子1份。这个靠枕咱们还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拉链哈。和大家说一下，今天这个纸型呢是没有具体尺寸的，我呢是根据材料踏下来的。一会儿呢，我会把这个纸型标上尺寸，把图纸呢放在评论区，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尝试的做一下。做好以后的靠枕呢是这样子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了。首先我们来制作后片啊，我们把这4份材料，面子和面子正面和正面相对，然后车上这条线，那里子呢也是一样的。现在4份材料呢组合成了2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这个有弧度的这条边上面哈，各车上半根拉链，然后把拉链呢搁在里子和面子的中间，齿呢冲里，然后我们这样子车一条线。现在把拉链呢车好了，我把材料呢翻到了正面，装上了拉链头，然后拉链的2边呢我又各车了2毫米的窄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前片的材料，我们把里子和里子组合，面子和面子组合。前片的3份材料呢就组合在了一起。组合好以后呢，我在所有的面子材料上面都认上了线。那线的间隔呢是2.5厘米。这样认好线以后，在后期洗涤的时候呢就会很牢固了，这个铺棉就不会往下掉，而且认好以后看上去硬挺了很多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刚才做好的后片材料，然后在拉链的2端搁上一根绑带，然后呢再放上侧边的材料，咱们正面和正面相对哈。这边呢搁上侧边的里子，那咱们搁好以后呢，把它们固定上。这边的做法呢也是一样的。现在2条线呢车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把材料这样子展开哈，把带子搁在里边，然后呢拿出前片的这个面子材料，我们把它盖上去，然后要整个这样车一圈。车的时候咱们4个中心点一定要对齐，然后车的时候别把里边的绑带给车上哈。现在这一圈呢车好了，因为这一圈车的全部都是弧线，而且2块面料呢它大小还不太一样哈，所以车的时候呢是挺难车的。如果您车的时候发现合不上哈，千万不要着急，给的图纸呢还是挺准确的，千万不要轻易的把它去给剪掉。那我车呢也是分了好几次的。首先呢是取齿针，把它们俩组合在一起，然后外围车一圈，然后慢慢的在里边沿着这铺棉线又车了一圈。
现在呢，我们把材料翻到正面检查一下。翻到正面以后，我们现在可以检查一下哈，这种地方有没有没缝上啊，或者是需要修改。检查好以后呢，我们还是把它翻到反面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前片的这个里子，我们盖在这个材料的里子这面。那盖好以后呢，还是一样，我们整个车一圈，这次呢是要留反口的。现在呢，里子车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用曲尺剪刀把这个毛边呢给修剪一下，那里边呢整洁一点，但剪的时候千万不要剪到线哈。我们一会儿要塞 QQ 棉，这个靠枕的 QQ 棉呢要塞得非常的紧，让这个靠枕变得硬一点。剪好以后呢，我们从反口把材料翻到正面。这种做法，我们的里子呢会很整洁。翻到正面以后呢，我已经续好了 QQ 棉。咱们这靠枕在续 QQ 棉的时候，家里有男士帮忙好，把 QQ 棉续得尽量紧一点，这样子才能起到缓冲的效果。那么咱们靠枕呢就全部都制作完成了。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要帮我点赞哦。咱们下期再见。